Hello， 大家好，我是纸飞君。今天我们来折一款超帅的仿真纸飞机，名为破空之刃隐身战机。大家看它的这个主翼造型，像不像一把出鞘的利刃啊？包括它整体的机身的各个部分的细节啊，采用了各种折角的设计啊，能够有效的减少雷达波的反射。那么最后大家猜一猜，它能不能飞呢？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折叠。我们准备一张这个黑色的这样的 A4 纸啊，我选用的是这个双面双色纸，主要是为了方便给大家展示。大家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这个颜色来进行折叠。那首先呢，我们将这个想要的机身颜色这一面啊，就是黑色，我们向外啊作为背面，我们首先进行米折。大家折米折的时候呢，可以先进行对折啊，然后再继续折这个 X 型折痕。那也可以像指挥军这样呢，先直接去折它的这个交叉的这个折痕啊，打开啊，这样的话呢，能够有效的减少它这个变形。这里这个位置一定要对准啊。折回来之后合起。那这个米折呢，也叫水雷基本型，是很多仿真纸飞机的这个基本的起折式啊。那我们将这个角折向一侧啊，折出这个中线。那我们翻面，我们将背面的这个结构也是这样去折出中线。那我们整体这样折出来之后呢，它就变形就会比较少。那我们翻面呢，将下方的这个长方形的这个部分我们向上翻折啊，这里大概保留出1到2厘米。这里呢主要是为了这个结构啊，主要是将来去折它的这个尾翼的部分，然后我们向下回折，跟底边对齐。OK， 那我们折叠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看这里的大概的这个比例啊，这里是一半一半，上面多一点或小一点啊都没有关系。那我们折完了之后呢，我们将上方的这个尖角翻向另一侧，然后我们做角分线这样的一个翻折，将它折向中线。折完之后，我们翻过来折另外一侧啊，做对称的折叠。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翻开呢，折下层，一样是整体的做这样的折叠啊。那折完之后呢，我们这样对折之后，折另外一侧，跟下层重合，这样做这个对称的折叠。这种手法的好处呢，就是说我们最后成型的这个机身啊，它对称性会比较好啊。这里下方这块是有一点点交错的啊，没有关系。然后我们这里呢翻过来，我们将这个尖角向外翻折，大概起折的位置呢，大概是在这里的1/2的这个位置啊，差不多就可以。然后我们折的时候，这里不要折到底，我们要保留大概0.5公分这个样子。我们看折完了之后呢，这里是保留一段距离啊。折完之后呢，我们翻过来折另外一侧，保持对称，跟下层重合。好，折完之后我们翻回来，这是这个两侧的主翼。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下层呢用同样的方式向外翻折，但是这里呢要向上1到2公分这样的样子，主要是为了前方让它这个边缘超出这个主翼的前缘，这样呢方便处理它的这个进气道的结构。我们向上大约2公分这样，然后我们这里折到这个角的末端，折到底啊。注意这里这个结构我们尽量压住了去折，这样避免它褶皱。OK， 那我们翻回来可以看到这里它是超出了这样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大概1公分的位置，我们向回翻折，这样折出它的进气道。这里仍然是折到它的这个末端这个角的末端。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进气道的造型。那么接下来我们翻面，另外一侧呢做这个对称的折叠啊。让我们下方呢做它这个让它重合。那么折完了之后呢，它仍然是这样这个状态啊，两侧的进气道。接下来呢，我们来处理它这个主翼的这个刃状的造型啊，刀刃状的造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把它翻到这一侧，我们在这里大概1/3到1/2的这个点，我们在这儿向上翻折啊。这个具体呢，大家来把握它这个刃翼的造型。然后我们向上翻折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交错的这个部分，就是刚才预留的那个0.5公分，刚好这样我们向上推。推完了之后呢，这里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然后呢，我们翻过来，另外一侧仍然是下方跟它重合，这样去留出它的对称的造型。然后我们翻回来，看到了它这个主翼的造型啊，就折出来了。然后我们这里翻到一侧之后呢，我们来处理它这个尾翼的结构。我们这个长方形的部分啊，我们把它这样向外推，这样推出来一个，这样是立起来之后向外撑开，它是一个，这是一个沉压折这样的一个手法。接下来呢是这个部分呢作为它的尾翼的水平安定面，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折出它的垂直安定面，我们把这个边缘折向这个边缘。折完之后呢，我们回来啊，刚刚有一个忘记的步骤啊，我们翻回来，我们在这里向上翻折，呢这个点在这里的末端，然后把这个角折到这个边缘上。这里呢主要是去做它这个水平尾翼的这个造型，然后折完之后把它塞到里边去。然后我们翻回来啊，还是恢复刚才这一步啊，然后把这个边缘跟这里重合。重合到这里，我们会发现这个垂直尾翼它比较大啊，造型不太好看。我们可以把这个边缘向内折一点，折到哪里呢？这里大概再留一小段距离，做它这个垂直尾翼上方的这个切角的这个梯形的结构。然后我们折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可以保留这个状态啊，但是为了整体的更紧凑呢，我们把它打开，把这个口袋把它撑开，我们向外推，把它折出来这个指藤的部分呢推到这侧，然后这里呢我们看它多出一点，我们就把它翻到机身的内侧去，把它藏起来，把它压实。OK， 那这一侧的这个垂尾跟这个平尾的造型就折出来了，这样可以看到。然后我们把这个主翼翻回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边缘跟它的这个焦点的这个位置，我们向回翻它这个垂直尾翼，那这个边缘跟机尾这样的让它平行就 OK 了，这样是垂尾的造型。OK，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折另外一侧。我们折出这个垂尾跟平尾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这个直角啊，它比较影响它的造型，我们可以翻过来，我们把它看到在这个角，然后到这个角的连线，我们向这边去翻出来呢，然后我们把它塞入到这里的这个夹层里，另外一侧也是一样。
然后整体这个机身现在它的形态已经出来了。那接下来最后呢，是我们整个机身的这样的一个折叠，常规的这个仿真纸飞机的手法。那这里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通常折的时候是在这面向下去开它的机身，那这个机型呢是我们是在反面去开的，也就是说把主翼放在整体机身的上方。在这里大概可以摸到一个薄厚的分界点，也就是里边的这个主翼的这个末端，然后我们这样撑起呢，让机尾这两个角呢紧贴在一起的时候，到达这个点，然后我们向下合起。这个手法呢，可能需要我们平时在折仿真纸飞机的时候做一些这个练习。这样我们把它捏实之后呢，我们去整体开它机身，我们大概在机头这个角的下方这个位置到机尾的这个角，我们去连线我们向上翻折。这一步呢不难，但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它因为整体机身比较厚了，翻的时候呢，这个线很难做到完全的平直，然后呢，它的位置也比较容易散，然后折叠的时候呢，你像这种细节的部位容易散开，再把它重新的这个折完这一侧之后呢，我们折另外一侧，仍然是保持它的对称主要是目的是保持它的对称，机翼对称，然后这边的这个起点的这个位置对称如果是这里变形严重的话呢，它最终的这个机身出来的效果呢就会差一些，因为比较厚了很难保证它完全的这个对称性。尽量的压实之后呢，我们把它这个机身我们这样把它打开捏一下这里呢最后我们去处理一下它的锁身的结构。我们在这个仿真纸飞机的锁身里经常会用到这样，比如说下面的这个角我们折向一侧塞到它的这个缝隙里，那基本上就锁住了。当然这样的锁身呢，对于这种相对结构比较厚实的这个纸飞机它比较容易的散开。那么这里呢，纸飞君有一个优化型的这样的折法，就是我们这里大概有一个薄厚分界点，我们折向一侧，那这样塞到缝隙里它就是锁不住的，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把它打开。我们一看到这里是一个口袋的结构，我们在内部这个稍稍的考验一下折弓，我们在内部把里边的内层塞向一侧，我们用外层包裹住，那我们看现在的整个机身基本上就是锁住的。但是这里呢，这个小口袋还是不够紧凑，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方法，我们反向去包裹它，包裹了之后呢，我们给它做一个内翻折，把它塞入到内部去。OK， 那这样它是不是就非常的紧凑了我们再把这些细节再处理一下，把机身打开，把它撑起来，然后我们把这个垂直尾翼立起来，最后我们检查一下，做一下这个机翼的这个角度，我们检查一下它的这个对称性，然后垂直尾翼的是不是垂直。好，那这架非常帅气的破空之刃仿真纸飞机就折好了你学会了吗？最后给大家公布一下它基本上是完全不能飞的，因为它的这个结构整体的结构都集中在后半部分，所以它的重心也是靠后。那这样的一个布局呢，是对于重心分布来说，它是没有办法飞的。至于原理呢，大家可以看一下纸飞君的玩转纸飞机飞行课，那里面都有讲解到这个机型，它整体设计上，在飞行原理的加持下，它是什么样的机型是比较适合飞行的包括它的稳定性的处理等等。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话呢，欢迎大家3连支持，我们下期见。